说起痛风，很多人都熟悉了。出现痛风跟体内尿酸高有很大关系，所以不想痛风要控制好体内尿酸平衡。那平时的饮食就要多注意，厨房里常见的2种调味品还有很高的嘌呤，要少吃才行。第一个黄酒，黄酒中含有酒精，并且含有大量的嘌呤。如果尿酸高的人经常吃，会影响尿酸排出体外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容易引起痛风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个蚝油，蚝油也是厨房常见的调味品，虽然蚝油味道鲜美，但是蚝油中也含有很高的嘌呤，所以尿酸高的人还是少吃为妙，这样痛风也会远离你哦。那尿酸高的人可以多喝点利尿的茶，比如冬瓜荷叶茶、菊苣根茶等，有利于尿酸的排出，对健康也有。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会排便，虽然说排便是一件小的事情，但是排便时间也是有讲究的。经常在2个时间排便的人，或许肠道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一个是早上，我们经过1晚上的休息和消化，肠道里面会堆积很多的毒素，这时候就需要把它排出去。那么早上6点到7点就是最佳的排便时间。如果你能每天在这个时间排便，那么肠道也会更干净，对长寿有帮助。第二个是晚上睡觉前，我们经过1天的消化，这时候肠道中也会堆积很多毒素，所以我们睡觉前需要把它们排出去，这样可以减少体内毒素堆积，对肠道和身体都有好处。虽然这2个时间排便最好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被便秘的问题困扰。那么大家在饮食上就要多多注意了，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吃点蜂蜜、红薯、西兰花等食物，对促进排便有帮助。走路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很多人喜欢用走路的方式锻炼身体。虽然走路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有2个走路时间不仅不能锻炼身体，还可能会折寿哦。第一个，饭后马上走路。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吃完饭后马上走路，因为饭后体内较多的血液会流向胃部，如果这时走路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时间长了对肠胃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健康，有损寿命。可以饭后半小时后进行走路。那胃不好的人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喝点蒲公英根茶，可以帮助养胃。第二个，早上6、7点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上也是锻炼的好时候，但是早上湿度比较大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导致湿气入侵身体，也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早上进行走路了，可以下午4点左右，这时走路是最好的。温馨提示，走路时要选择合适的鞋子，走路的步数保持在6000步左右比较好。认为肝主疏泄，如果肝气不通，就很容易出现肝郁的情况，会影响到人的情绪，所以要及时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很好的养肝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保持放松，2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眼睛微微闭上，然后双手握成空掌，对我们的两肋处进行拍打，力度适中，拍打81下即可。可以每天早晚都拍打1次，这样拍打两肋能够疏通肝经，疏肝理气，对调理肝气郁结有很大的帮助。经常这样做一做，肝脏也会越来越健康哦。想要调理肝气郁结，还要让心情保持愉悦，尽量不要熬夜，保证睡眠充足。饮食上也要多注意清淡饮食。那建议大家也可以常喝玫瑰花茶。玫瑰花味甘性微寒，可以入肝经，具有疏肝解郁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不仅可以养肝护肝，还有调经止痛的功效，对缓解痛经有一定的帮助。生活中遇到脑供血不足、经络不通的情况，除了要多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动作，或能够帮你改善脑供血，让经络更畅通哦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可以坐着做，也可以站着做。首先，我们将双手微微弯曲，让手掌成一个空掌，然后敲打头部，力度由轻到重，要把整个头部都敲打一遍，每次敲打100下，每天早晚都敲打1次。我们头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经常这样敲打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对提高大脑供血有很好的作用。
那很多人脑供血不足和血管不通有关，所以平时要多保护血管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山楂、玉米、洋葱等等，能帮助保护血管健康。还有坚持运动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经络遍布我们全身，如果经络堵塞了，那么身体也会出现很多问题，所以经络畅通很重要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经常做一做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跪立在上面。然后左脚向前，脚掌踩地，大腿和小腿保持垂直，右腿向后，膝盖和小腿接触地面，腰背呢保持挺直，双手向上举起，手掌心相对，然后头部和腰部向后倾，这样拉伸10下，起身还原，这样反复的练习5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全身经络，畅通气血，还能够帮助放松肌肉，对身体健康大有好处。俗话说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身体。如果出现疼痛感，就要多注意疏通经络了。平时呢，保养身体还可以多喝点苦荞茶、红豆薏米、芡实茶，有助身体健康哦。话说，经络不通，百病生。我们身上一共有12条经络，如果经络堵了，那么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帮你打通全身经络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，动作很简单的。我们站直，将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双手向前向后甩动。甩的时候可以稍微用点力，自然的甩动。每次甩5分钟左右。甩手能活动我们身上12条经脉，能帮助疏通经络，畅通气血循环。每天坚持甩手，有助增强脏腑功能，提高免疫力，让你身体更健康。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，坚持练习，身体也会得到改善。除了这个动作，还可以呢喝点洛神花茶。洛神花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哦。很多人身体肥胖是因为身体经络不通，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用一根擀面杖帮助疏通经络。第一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大腿和小腿，因为我们的大腿上呢有很多条经络，所以用擀面杖来回的这样擀大腿和小腿3分钟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促进消化和加快新陈代谢，能够让脂肪加速消耗，能起到很好的瘦腿的作用。第二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带脉。带脉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如果带脉堵了，脂肪就会堆积在腰腹部，使肚子变大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呢用擀面杖沿着腰部周围这样来回的擀3分钟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对打通堵塞、加快脂肪消耗有帮助，肚子赘肉也会慢慢减少。那减肥减不下去的朋友，不妨试试上面这个小方法吧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。湿气是6邪之一，是很难缠的。湿气呢是万病之源，若不及时去除，对身体会有很大危害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对排出湿气有帮助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湿气开关。我们的腋窝和膝窝都是湿气开关，想要去除湿气，就可以拍打这2处。膝窝中点有个委中穴，属足太阳膀胱经。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湿通道，所以经常拍打膝窝能帮助去除湿气，每次拍打100下即可。还有腋窝，腋窝处有4条经络，胆经、心经、心包经和肺经，并且腋窝处还有个极泉穴，经常拍打这里，不仅可以养心护心，还能起到疏通经络、排出体内湿气的作用。拍打时用手掌拍打就行，也是左右各拍打100下。这2个地方大家没事的时候就拍一拍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想要去湿气呢，还可以常喝点冬瓜荷叶茶，既能祛湿，还能够帮助瘦身哦。通常精力旺盛的男人看起来也更有魅力，更有男人味儿，这也是雄激素充足的一种表现。那么对于精力旺盛的人，早起后会有2种表现，快看看你是否符合。表现1，晨起后排尿正常。男性朋友早上排尿时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尿液颜色和气味都没有异常，也没有泡沫，那么说明肾脏功能还不错，这样精力也是比较充足的，值得高兴。表现2，晨起后脸色红润有光泽。精力旺盛的男性一般肾脏都是比较健康，雄激素比较充足的人。如果早上起床后脸色很红润，并且没有水肿，看起来容光焕发的，就说明肾脏还不错，
精力也很充沛哦。上面这2种表现，若你都符合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那如果肾脏不好，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用黑枸杞泡水喝，有养肾护肾的作用。还有多运动对肾脏也是非常。病现在很常见，长时间坐电脑前面、低头玩手机都会引发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的情况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发展成颈椎病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打通堵塞，让颈椎更健康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手向上举起来，右脚踩实地面，左脚向后迈1小步，踮起脚尖，然后用双手手臂带动我们的身体向右侧弯曲，弯到最大限度，坚持5秒，起身还原，再做相反的方向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即可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腰部两侧，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打通颈椎气血堵塞，不仅可以缓解颈椎疼痛，对放松全身也有帮助哦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练练。俗话说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身体有疼痛的地方就可能是淤堵了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建议大家还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畅通气血，对身体健康也有益处哦。好了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请点击关注。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哦。拜拜。